大家好，我是气候变迁浇水联盟灾害领域的种子教师黄伟哲，目前任职于国立联合大学博士后研究。上一支影片跟各位介绍，风险最基本由危害度及脆弱度所组成。在防洪系统，危害度并不仅考虑雨量的大小，还要考虑下水道及堤防这些人工构造物。因此，接下来这支影片会带大家去认识防洪系统在淹水危害下的冲击评估如何去进行。防洪系统的评估流程分为6个步骤，分别为情境设定、未来气象因子模拟、净流量海平面推估、淹水危害度模拟、洪水灾害设施承载力及最后的气候变迁下的风险分析。这6个步骤又可以分成3大区块，分别第1步骤及第2步骤是气候情境的资料繁衍，第3步骤及第4步骤是冲击评估，而第5及第6步骤则是脆弱度及风险评估。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题则是第3个步骤及第4个步骤的冲击评估。在说明冲击评估前，先跟大家说明，我们依照河川管理办法，内水是指所谓的市区排水，也就是我们的雨水是降在市区内，所以会造成淹水的主要原因就是降雨量比我们的市区排水的排水量还要来得大，所以造成市区的水来不及宣泄到河川中。所谓的外水则是指河川洪水，所以当我们的雨是下在上游的山区，而山区的雨水汇流到河川之后，如果水位比我们堤防还要高，造成溢流甚至堤防溃堤的话，那淹进去的水称为外水，因为它的水是从外部河川而来的。而在台湾的外水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暴潮现象。暴潮现象就是指当台风来的时候，因为台风的低气压造成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波浪有可能也会越过所谓的海堤，而造成淹水的现象。在大家了解我们所谓的淹水的原因之后，那我们在做淹水危害度的模拟。以台东的资本溪为例，我们主要要模拟的就是第一个所谓的上游边界。那上游边界呢，我们就需要有降雨的分析、集水区的坡度范围，最后做所谓的径流模拟。而径流模拟流入到河川的上游边界，就是所谓的流量。我们要知道有多少的水会进入到这条河川中。而下游边界就是所谓的暴潮模拟，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海水倒灌。原因是因为下游边界产生暴潮的时候，河川的水无法流入到海里面，甚至海里面的水比河川的水位还要高，造成的外海的水流进河川中。所以当上游边界的流量及下游边界的海水都流入河川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流经都市的河川的水位提升很多。当它提升到比堤防还要高的时候，就会造成所谓的溢堤，甚至造成堤防损坏而溃堤。因此，当我们完成上游边界及下游边界的模拟之后，在河川模拟，我们就会去模拟需要河川的河道断面资料、水利设施等等资料，去做河川模拟，看我们的河川水位是否会产生溢淹或溃堤。而在都市里面呢，我们会做淹水模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都市里面的树脂地形及排水模拟，就是所谓的下水道设施，去模拟这样的降雨量会不会造成淹水。我们常见的淹水模拟呢，可以依照刚刚的说明，分为上游的降雨径流模式，那有所谓的单位立宪法水桶模式。商业的套装软体呢，包含 HACK 及 PHT 还有 SOBAK。而水理模式呢，有分为一维的变量流，就是单纯的模拟河川的水位；二维的变量流，则是模拟河川的水位及水深。这些程式呢，大家比较常用的，包含了刚刚提到的 SOBAK， 还有 Flow2D、HACK 等等这一些。而爆潮模式呢，常用的则是 ADCRC， 再加上它所谓的波浪 SWAT 这个模式。而市区的淹水模式呢，比较常用的 Flow2D 还有 SOBAK 这些软体呢，都是国外的。其中呢，在淹水模式，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NTU 是由我们台大发明的程式，那在模拟结果并不比 SOBAK 及 Flow2D 还要差。那我们在模式的用语中比较常用的有4个模式用语，包含第一个模式参数。这个参数是指我们在演算过程固定不动的值，可是这个值呢，有可能是会随着我们设定的情境不同而需要去做检定验证。其中像重力加速度这个值不需要验证，就是固定为 9.81。那曼尼粗糙系数则是会依照你的模拟的区域不同，可能会介于 0.01 到 0.05 不等。
第二个呢是模式检定与验证。那我们检定与验证要验的东西呢，就是前述刚刚所说的，例如曼宁粗糙系数。那因为在不同的地点曼宁粗糙系数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历史的资料去检定验证我们这个模式在这个区域所使用的参数的数值要多少，在模拟后续的气候变迁条件下的降雨量的时候所获得的结果也会比较可靠。而输入档则是模式需要演算所需的资料，包含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上游集水区需要有上游集水区的面积及地形还有降雨量，在下游边界呢，我们需要有下游边界外海的地形还有潮位的基本资料。那在河川模拟呢，我们就要有河川的长度、宽度、每个断面还有堤防高度的这些资料，这个是所谓的输入档。输出档呢，则是我们最后主要获得的结果。例如以河川模拟，我们要获得的就是水位高度是否会超过堤防，而在上游边界所提供的就是流量，有多少的流量会进入河川，而在下游边界则是报潮的水位高度。接下来呢，会分别跟大家介绍刚刚所提到的上游边界模拟、下游边界模拟及河川水位模拟。在上游边界模拟，大家最常使用的为降雨径流模式，而所谓的径流呢，就是指雨水下到我们地表面之后，在地表流动的水。在径流可以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地表径流、还有地表下的径流及地下水径流。这些水流呢，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分别流入到我们的河川中，而最后流入到海里。在降雨径流模式呢，我们以 HAMS 这个为例，这个是美国公兵团水文工程中心所研发出来的模式，属于免费模式，所以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到美国公兵团水文工程中心的网页去下载使用。这个模式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流域模组、气象模组及控制模组。而流域模组及气象模组，我们就需要去选定我们计算降雨径流的方式，还有我们要提供多少的降雨量。那这个就包含了我们在检定验证使用的历史事件的降雨资料，及后续我们要模拟气候变迁情境下的时候，气候变迁下的雨量资料，最后我们就可以去模拟得到，当我们气候变迁情况下，在这样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会获得多少的径流量。这是我们之前研究的成果。你们看到的这张图，左边是我们所模拟的流量，那 X 轴是为时间， A、B、C 3张图则是不同的台风。图中的直线是模拟出来的结果，圆圈的点呢，则是历史的实测资料。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可以非常准确的模拟到3个台风事件所产生的流量，因此我们后续模拟一个气候变迁的新的台风，它如果产生更大的降雨量，那我们就可以去模拟出在那样的降雨量的情况下，在这条河川它所产生的流量会是多少，就可以去评估会不会造成所谓的议题，而进一步造成危害。那今天的说明到这边，那后续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说明下游边界的模拟及河川模拟，最后再一个案例做说明。我们就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